大家好，我是韩博。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人弹琴特别能把句子唱得特别长。那我觉得能把句子唱长，其实是可以让你弹琴上一个台阶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如何的来弹长句子。第一点呢是找到最高点。这个的底层逻辑呢，你就是把每一个句子都想象成一个建筑。那么建筑呢就不是平的啊，它是拔地而起的，它也是有高低起伏的。想象一下，句子就像建筑的线条一样，是有方向的啊，有从下往上的啊，到了最高点再从上往下下来。这个最高点在哪里呢？这个就很主观了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那我们就用格里格侏儒进行曲中间的这一段来举一个例子啊。我们可以把高点放在第二个小节，比如说像这样子。也可以把最高点放在第三个小节，比如说这样子。但是不能没有方向，完全是平的，比如说这样子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句子的形状不能成锯齿形。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文艺一点，就是音和音之间是要有关系的。比如说一个比另一个少一点，一个比另一个多一点，它们是在同一条往上或者是往下的线条上的，而不是一个大声一个小声，一个大声一个小声。当然除非这个作曲家就是这么写的，但是据我观察这种情况发生的通常都是要么弹的人主观上没注意，要么弹的人某个手指头比较弱，导致弹不平均。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就用肖邦夜曲作品62第二首 E 大调来举一个例子。呈锯齿形的句子听起来是这样子的。第三点呢是要注意，并不是连奏才有长句子，跳音其实也是有长句子的。句子其实只是一组音之间相互的关系，这些音可以是强，可以是弱，是连也可以是跳，并不是说看到跳音就可以放飞自我，不管句子了啊。我也给大家找一个例子，那我们就用李斯特 B 小调奏鸣曲赋格的这一段来举个例子。这一整段都是跳音，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没有高低起伏，互相之间没有向上和向下的关系。我先给大家弹一遍完全是平的没有长句子的版本。我再来弹一遍，虽然是跳音，但是是有长句子的版本。第四点呢，是一个长句子里不能老是有停顿。我跟大家伙说一句话啊，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巧克力慕斯蛋糕。中间停顿了太多次了，我觉得我是在抒情，但是你只会觉得听我说话累，或者是你不知道我想表达的重点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弹长句的时候，一定要想一下这个大句子的重点在哪里，前面所有的音都是走向哪里，不要因为想做自由的弹性节奏而导致到处停顿，显得这个句子坑坑洼洼的。那我们就来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肖邦前奏曲 E 小调。那这首曲子呢，它的句子是极其的长，我们先来听一下中间老是有停顿的版本。这个听起来就会觉得断断续续的，而且很累啊。那这个版本是没有那么多停顿的。
5点呢会稍微抽象一点，就是句子的划分。不是所有的长句子都会在谱子上被一条长长的连线给它画出来的，很多都是谱面上面没有画出来的。你要学会自己分析谱面，才能找到这个长句子从哪儿开始，从哪儿结束。就像我们小时候分析语文课文一样，音乐和语言是高度相通的。我们小时候学语文分析课文，也要看很多这个作者的背景信息，还要学很多句式，才能做到进一步的分析。那学音乐也是这样子的，你说如果我学音乐，我只学怎么弹音，其他什么都不学，你也是不可能做到比较好的分析一首曲子的。我们也来找一个例子，一起来看一下格拉纳多斯西班牙舞曲第2首。这个呢是完全按照谱子上连线划分来弹。而这个呢，是我们经过分析之后，把这一整段当成一个句子来弹的。好啦，这些就是今天所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给我留言。拜拜。